我们为什么会打哈欠，而且为什么会传染？这个问题你可能也想过，当你看到旁边的人打了一个哈欠，是不是自己也忍不住跟住张开了嘴巴？一个看似简单的生理行为，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科学解释和神秘的传染机制。今天我们就来解开哈欠的奥秘，深入探讨为什么打哈欠会传染，甚至看看这对我们的生活健康有什么影响。首先，打哈欠到底是什么？根据科学研究，哈欠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射动作，它的特征包括张大嘴巴，深深的吸气，然后再缓缓的呼出。这个动作不仅发生在人类身上，动物界中也随处可见，比如狗、猫，甚至鱼类也会打哈欠。但为什么我们需要打哈欠呢？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的定论，但有几个有趣的理论。一个最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大脑冷却理论。根据这个理论，我们的哈欠其实是为了帮助大脑降温。当我们的大脑活动变得密集时，会消耗大量能量，产生的热量可能导致大脑过热。打哈欠时，我们张大嘴巴，深吸气，让外界凉爽的空气进入体内，帮助大脑散热。这个理论曾在一些动物实验中得到支持，比如有研究发现，当动物的大脑温度升高时，打哈欠的次数会增加，而大脑降温后，哈欠次数就会减少。对人类来说，当我们感到疲倦、无聊或困倦时，大脑可能也会因缺乏刺激而发热，这时候哈欠就成了我们的大脑冷却系统。除了降温理论，还有一个增加氧气供应的说法。这个理论认为，哈欠是身体的一种应对缺氧的机制。当我们感到疲倦或困倦时，呼吸频率和效率会降低，导致血液中的氧气含量减少。这时，哈欠会帮助我们深吸一口气，把更多的氧气送入体内，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，以维持身体正常的运作。虽然这个理论的支持度在近年来有所减少，但它依然是一个有趣的假设，特别是在一些情况下，可能确实会起到增加氧气供应的作用。再来谈谈哈欠为什么会传染。这种现象称为共感性哈欠，是人类和少数动物特有的行为。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，或甚至仅仅是想象哈欠的画面，你也可能会不自觉地跟住打哈欠。这种共感性哈欠的传染性，科学家认为可能和我们的大脑结构有关。大脑的镜像神经元被认为在这其中起了关键作用。镜像神经元是一种会模仿他人行为的神经元。当我们看到他人打哈欠时，这些神经元会启动，模仿那个动作，从而诱发我们也跟住打哈欠。这种模仿行为不仅限于哈欠，像是微笑、愤怒等情绪表达，也可能会被镜像神经元所传染。不仅如此，科学家还发现，同理心在共感性哈欠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有研究指出，越是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，打哈欠的传染性就越强。例如，对家人、朋友或伴侣打哈欠的反应，往往比陌生人来得更为强烈。甚至在某些动物中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，像是黑猩猩、狗这些与人类有情感连结的动物，也会对主人的哈欠产生反应。这意味着，共感性哈欠不仅仅是生理现象，还和我们的社会联系、情感关系密不可分。还有一个最新的发现是，共感性哈欠的能力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或心理状态变化而改变。比如，年幼的孩子共感性哈欠反应较弱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这种反应逐渐增强。此外，一些心理学家发现，某些特定的心理疾病，如自闭症谱系障碍或精神分裂症患者，对共感性哈欠的反应通常较低。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患者的同理心或镜像神经元的功能有所不同。因此，共感性哈欠可以说是一个与我们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行为。对于人类而言，打哈欠的意义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为深远。这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反应，还可能是我们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交工具。因为打哈欠可以提醒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注意到彼此的状态，甚至起到提醒大家该休息的作用。当群体中的一个成员感到疲倦并打哈欠时，其他人可能会不自觉地跟随，这样群体就可以一起休息、恢复，
保持体力。这样的行为在早期人类的群体生存中，也许有助于提高整体的生存率。那么，除了人类之外，动物界的其他生物也会共感性哈欠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至少在一些高等灵长类动物中，这种现象已经被证实。比如黑猩猩、红毛猩猩等灵长类动物，对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哈欠反应也非常灵敏，甚至可以因为看到对方打哈欠而跟住模仿。这显示出共感性哈欠可能在动物界也具备一定的社交功能。最后，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准确解释为什么会打哈欠，也不完全了解为什么哈欠会传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种现象反映了人类及某些动物之间的情感连结，以及彼此之间的共鸣和共感。或许，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也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，这就是共感性哈欠的魅力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趣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点赞留言告诉我们你还想了解哪些话题。我们下次见啦！